真实的中国历史15，失去利益无法忍受，商侯父子谋划反叛。自从4节改革以后，中央加强了对地方诸侯的控制，不论是小诸侯还是像商侯一样的大诸侯，他们的权力被中央限制，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。商侯失去大司徒职位后，再也无法控制朝廷，回到封地以后，整日闷闷不乐，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应对朝廷的办法。5年之后，商侯已经100岁了，突然一天回光返照，对自己的儿子子吕，也就是商汤说：天子危险了，天子控制诸侯1日胜于1日，20-30年之后，那个诸侯受得了？朝廷中很可能会有后裔，韩卓这样的人谋朝转位，地方的诸侯也可能像皇帝反叛炎帝一样，用武力和朝廷争夺天下。我之前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，现在想明白了，但是也大限不远了。商国交到你的手上，千万切记，不论朝廷如何打压我等诸侯，都要顺从他。朝中掌权的大臣，不论是否喜欢，都要千万百计的结交。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千万不要出头，只随大流就好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访求天下的贤才为我所用，不断积蓄实力，等到夏朝国运崩坏之时，或者帮助朝廷扫清叛逆，重掌朝廷大权，或者取而代之。朝廷现在的情况，只怕除了千年不遇的圣人，没人能帮朝廷重新振兴了。我听说有申之野，有控桑之子，神圣通达，穷三皇之运，明武帝之道，可以称得上是尧舜之左。你一定要把他请出山，有了此人相助，或许就能拨开迷雾，看清前方的道路，让我商国在这乱世之中屹立不倒。商侯一口气说完话就去世了，享年100岁。儿子子吕继位，子吕也就是商汤。商汤继位后，命令中大夫乌益带着公荆鄙帛前往王友申之野寻访招聘贤人，命令大夫寻范摄政，与长子太丁一起监国，自己带领亲信随从前往夏朝首都拜见天子。到了首都以后，当天夜里便找到太师赵良的儿子赵和，献上自家祖传的玉佩和金属货币，并表明自己对太师的仰慕之情。赵和收了玉佩和金属货币，转交给了太师赵良。第二天是元月望日，在太师赵良的运作下，天子4节设朝，亲切接见了商汤的朝拜，任命商汤为中原诸侯之长，统领中原诸侯。商汤自然满口谦辞，推让说自己德行不足等等。天子4节当然不允，几番推辞之后，商汤接受朝廷任命，回自己封地商国去了。却说商国中大夫乌益前往有申之野访聘的贤士，不是什么得道高人，而是有申国中田野间的一个农夫，姓伊名雉，字尹。伊尹的始祖名叫厉牧，是皇帝帐下大将。据说伊尹的母亲居住在伊水的上游，怀孕以后没多久，丈夫就死了。晚上做梦，梦见神仙告诉自己说，一旦看到井口有水喷溢出来，就赶快往东边跑。第二天天亮以后，果然井口不断有水喷涌而出。伊尹的母亲立即四下呼喊邻居，大家一起携老扶幼向东而去。走出10多里远，回头一看，整个村子都不见了，只有一片水茫茫。失去了家园，伊尹的母亲无处可去，只好和一起逃出来的同乡互相帮衬下，住在空桑。在空桑生下了伊尹之后，没多久夜晚，大家熟睡的时候，洪水再次袭来，伊尹的母亲和左邻右舍很多人都被水冲走了。伊尹的母亲拼尽全力把伊尹放到了树杈上，伊尹方才逃过一劫。过了好几天，洪水退去了，有喜事的女子来空桑这里采桑，听到婴儿在树杈上哭泣，就把婴儿抱了回去，献给了有申国国君。有申国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市陈留镇。有申国国君派人打听孩子的来历，找到了当晚从洪水中幸免于难的人，方才知道伊尹原来住在伊水之边，于是就以伊为姓，又觉得这个孩子能在洪水中活下来，真是有大气运之人，于是起名为雉。伊尹后来长大后做了令尹，又被人尊称为伊尹。伊尹长大以后，在有申国国君的关照下，得到了学习贵族知识的机会。伊尹学习了贵族知识以后，圣智弘毅，博学经思，无所不通。丘所典坟，天道明故，一贯无疑。尤其是尧舜治国的精义直中之道，伊尹对其理解非常深刻，并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。可惜一个人的运气不会一直好下去，一朝天子一朝臣。有申国老国君去世以后，继位的国君不再重视伊尹，
于是伊尹自觉地辞去了有申国的官职，用自己的积蓄买了耕地，在国都城墙外面种地，从来不随便评论有申国朝廷的官员和事情，每天只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不再奢求进入朝廷做官。商汤的母亲名叫扶都，是有申国老国君的姐姐，对于有申国的情况非常熟悉。有申国老国君也曾经和商侯主轨说过伊尹的事情，商侯主轨也知道伊尹难得一见的贵族人才，商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打算招揽伊尹为商国所用，但是因为国事繁忙，一直没能如愿。等到临终的时候，认真叮嘱商汤，让商汤一定要把伊尹招揽到商国来。于是商汤继位后，便派遣中大夫乌益前往有申之野寻访伊尹。乌益在有申国首都城墙外面整整找了7天，终于找到了伊尹。只见伊尹住在一个茅草屋里，屋子内外放置的都是农具，贵族特有的记录知识的竹简仅仅只有几片而已。看到伊尹大概40多岁的样子，长得也很一般，但是伊尹开口之后，乌益便瞬间感觉到了伊尹的不凡。伊尹的声音就好像仙鹤，伊尹洪亮动听，分析事情就好像神仙一样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乌益连忙表明身份，奉上商侯用来聘请伊尹的金属货币，以贵族特有的礼节向伊尹行礼，然后表明自己的来意，说早就听说先生的道超过了100代帝王，当世无人能及。我们商国国君虽然不才，但是也想聘用先生，向先生学习治国之道。伊尹听后回礼，然后说道，我听说所有有知识的人拥有的都不是自己的知识，都不过是笨拙的模仿天地自然罢了，人自身岂能有什么知识？我现在在国都外面种地，不过是个农夫罢了，哪里称得上是有道之人？大夫还是请回吧。乌益奉王命行事，自然百般恳求，但是伊尹坚决不愿去商国做官，乌益无奈只好回去了。乌益往返半月多，回去禀告商汤，商汤思索再三，再次派遣商大夫寿长去聘请伊尹。这次寿长带着弓箭、旌旗、金属货币和锦帛4样非常贵重的礼物，见了伊尹。寿长行礼后说，神龙不会为了自己龙宫的建设把4海的水全部吸走，贤人不会因为自己生活的快乐就不去做官，不管世间的黎民百姓。要知道4海枯竭了，龙宫也没法存在，老百姓没法生存，天下大乱，贤人也无法保障自家的幸福生活。所以做选择一定要舍小成大。现在整个天下都快乱了，我们国君商侯每天忧心忡忡，您真的能做到不顾天下安危，只顾自己生活吗？还是请您赶快到我们商国做官吧。伊尹行礼后说道，攀登高峰最后摔死，还不如就在安全的平地旅游，吃得太饱胀的走不动路，还不如少吃点还能走动干活。我听说给别人安乐就是害别人，给别人富贵就是杀别人。我现在虽然住得差，吃得差，但是每天可以与历代先王神交，天下虽然快要乱了，但是我不出门待在家里还是很太平的。谢谢商侯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寿长也是无奈，再三向请好话说尽，但是伊尹就是不愿去做官，只好无奈地回去了。寿长往返10多日回去后，商侯听了伊尹拒绝的话，若有所失，心想是我自己德行不足，还是气运太薄？为什么招揽一个贤人这么难呢？这时商国的袍正正抱着大鼎准备做饭，恰好路过商汤的中堂，看到商汤心里忧思，于是停下来看着商汤。商汤询问可有何事，袍正说，我看到您好像有事没办成，我说说我的经验给您参考下。我刚开始切菜的时候，看到好多食物都不认识，心里紧张，下手也慌张，后来一直练了3年才能做到下刀自然随意。刚开始做饭的时候掌握不住火候，不知道什么是虚火，什么是实火，后来练了2年之后才熟练了。所以我知道只要坚持学习和练习，时间久了就一定能成功。我想治理国家应该也是这样。商汤听了之后想了想，终于不再忧思，向袍正行礼说，谢谢您的赐教，以后您就是我的老师。第2天，商汤命令属下准备车驾，打算亲自去聘请伊尹。不料天子即命所有诸侯统领各自兵马，会合天子亲军讨伐蒙山之国，不得违命。商侯于是不敢再去亲自聘请伊尹，但是也对天子的命令不怎么积极支持，让人去夏朝首都告诉天子说自己生病了，另外派了下大夫巡犯，带了一点兵马去夏朝首都应付一下，同时派遣上大夫、中大夫再次备齐礼物，准备好说辞，前去聘请伊尹。这一次2位大夫见了伊尹，行礼说道，我们国君听说您的道可以和大禹相比，除了尧舜，普通诸侯都不配让您为之效力，
但是我们国君非常仰慕您，愿意拜您为师，请您见一见吧。如果我们国君确实愚昧不可教，您要走要留都随意。如果您觉得我们国君还可以教导，我们国君一定以您为师，不敢把您当作臣子看待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国君还打算把您推荐给夏朝天子。您所学习的贵族知识，难道不愿意施展一下吗？伊尹这次看到2位大夫带着兵马武器，也知道事不过三，要是再不喝敬酒，只怕就要喝罚酒了。脸上不由得感动地说：“我哪里能比得上大禹？商侯英明远播，是尧舜一般的帝王，我早就想去给商侯效力了。”3月3日，伊尹和2位大夫到了商国首都后，2位大夫派人通报商侯，商侯乘车迎至30里外，一番礼节之后，将伊尹送入商国司馆。第二天，商侯又亲自去司馆接见伊尹。商侯问：尧帝的时候，所有有才能的人都会被举荐，不光是尧帝善于发现人才，而且官员们也会推荐有才能的人，而不是推荐自己的人，这是为什么？伊尹说，那个时候水患频繁，做官根本不是享受，而是要面临很多的困难和艰险，就算是天子也过得十分艰辛，没什么幸福生活。因此天子之位经常不传给自己的儿子，而是让位给真正能够不怕艰难困苦的4姓同宗子弟。官员们也是如此，很多官职没有真才实学，根本没法干，只会害了自己性命，因此大家推荐的都往往是真正有才能的人。商汤又问：尧舜禹时期的4大诸侯合成4岳，他们非常的贤明，后世的国君还能得到这么贤明的臣子吗？伊尹说，尧舜时期水患难平，整日焦心劳思，一心想求有能力的贤人治理天下，所以他们得到了有能力的臣子。等到天下太平以后，天子不再需要有能力的臣子，那些有能力的人得不到天子的任用，也就只能默默无闻了却一生。所以有没有贤能的臣子，不在于天下有没有人才，而在于国家是否需要，国君是否急切真诚的需要。商侯，您若是真诚的对待人才，任用人才，您一定可以和尧舜一样得到自己需要的贤能的人才。有了人才，国内治理好，然后慢慢等待时机，天命很可能就会降临在您的身上，气运加深，成为人间之主。商侯听了大悦，开心地说：您真是我的老师，我愿意和商国上下都听您的教导。于是商侯将伊尹带到商国大殿，商侯拜于东席之下，伊尹拜于西席之下。商侯将伊尹称作老师，而不是任命为具体的官职。商侯召集自己的长子、子姓宗室子弟以及商国大夫以上的官员拜见伊尹，命令大小官员以及国都内的人民都必须听从伊尹的教导，命令自己的儿子都必须按时去向伊尹学习治国的贵族知识，又给伊尹建造了国史馆供伊尹居住，还派中大夫乌质带着聘礼去求娶有男士之女嫁给伊尹，给伊尹从生活到家庭全部安排妥当。这个时候，带兵前去夏朝首都应付差事的夏大夫荀范突然回来了，不知道夏桀带兵攻打蒙山国到底怎样了，请看下回分解。